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红河中，存在着许多神秘的未解之谜。大禹治水、女娲补天是神话吗？人类文明的进展为何会出现超越当下的时候？各种猜测，众说纷纭。但实际上，真相要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。数十万年前，地球上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。当时的上古人类掌握了远超现代人类的科学文明，登峰造极的基因改造技术更是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开发了人体的潜能，可以通过吸取天地间的灵能来生存，甚至施展异能。然而一场极为惨烈的末日浩劫，使得当时的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无数的生命与璀璨的文明一夕之间覆灭。只有少数的上古人及时逃入地底避难，进入冰封的休眠状态，躲过了末日。此后，地球经过数万年的自我修复，又孕育出了新的智慧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。而沉睡在地底的上古人也纷纷苏醒过来，回到了陆地之上。他们看到了还在钻木取火的原始新人类，出于好意传授了后辈们耕作、冶金、建筑、治水防灾等技术。许多伟大的文明奇迹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上古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杰作。当时的新人类将身怀异能的上古人奉为神明，为他们兴建庙宇，顶礼膜拜。在各国史官添油加醋的撰写下，一部部传奇的上古神话流传至今。就这样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上古人大多都以神的身份融入了新世界，但也有一部分低调的上古人选择隐居深山，不问凡尘。然而，人们对神明的崇拜也逐渐催生了恐惧和欲望。掌权者们忌惮神权会动摇自己的王权，又贪婪地想要将永生与神力占为己有，于是他们或早或晚地以各种借口打响了讨伐神的战场。数量稀少的上古人终究抵不过千军万马，几近灭亡。没想到他们亲手教会新人类锻造武器，却埋下了葬送自己的祸根。隐居深山的上古人尽管逃过一劫，却被统治者们不断追杀，甚至被污名化成了可怕的山精厉鬼。曾经的神明，转眼变作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世事变迁，早已无人知晓上古人的存在，唯有关于鬼怪的异事怪谈世代流传。而极少数幸存的上古人，至今还默默藏匿在世界的隐秘角落里。妈耶，这也太精彩了吧！这下真是深藏不露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个是金像吗？对呀，对呀。看什么呢？哦。好晕啊！这树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开花了呢？哎呀，难受。昨天晚上。什么都不记得了，一喝酒就断片。我不知道
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吧？不可能，那么端庄，应该不至于干什么奇怪的事情。早啊！早。一大早又开始看古早偶像剧啊？昨天不是还在看家庭伦理剧吗？就想学习一下怎么和你们现代人相处。就看这个学啊？没什么别的学习材料了。又辛苦你给我做早餐了，谢啦。应该的。这香囊乃是我独门调配，随身多年，它有提神醒脑、刺激记忆的作用。我也不想孤独终老啊，我也想结婚的。你知道现在离婚率有多高，出轨率有多高吗？我不想我以后的小孩跟我一样，没有爸妈疼，被人欺负，被人嘲笑。慢点儿。还好还好，只是倒倒苦水，不算失态。不算失态。我该不会还干了什么吧？有的人被等了几千年，我呢？我不许你们离开我。我们快回去吧，在外面逗留久了，灵能不足的。怕什么？我有。静夏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帮你充能啊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没有吗？那就多来几下。静夏，你冷静一点，外面这么多人呢。我很冷静。你们上古人和现代人谈恋爱，有没有哪里不一样啊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这也太可怕了一点吧？你都想起来了？那个，我吃饱了，多谢款待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好的，达令，达令。你叫我什么？达令啊。达令。你不都已经想起来了吗？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你跟我说，这只是一部分。昨天我已经答应了你的追求。追求？你不要胡说啊！你不要踩我，拿出证据来。你不会还没看你朋友圈吧？南华，你不答应人家做人家的男朋友，人家就去跳
真的。朋友们，我有男朋友啦！江江，这就是我男朋友，怎么样？帅吧？以后要叫我达令哦。达令？不喜欢？那你也可以叫我淘气小青青，或者仙女小宝宝。还是达令？我今夏以后有男朋友了，你们这群单身狗，汪汪汪汪汪！哈哈哈哈。南华，我们在哪里啊？我们到家了。到家啦，朋友们，我们已经到家啦。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可以跟你们直播喽。嘿嘿嘿。哎呀，你勾住我的鞋子了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我是在做梦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不对，你之前说过，你情绪激动的时候灯会闪，它没有闪，你 P 的。不是，电路我已经修好了，所以它不闪。你没事修什么电路啊？因为你害怕灯闪，我不想让你讨厌，而且我希望你能多喜欢我一点。谁要喜欢你啊？妈，这个男人是咱们镇上的吗？这不是小南吗？建筑设计师啊，他不是咱们镇上的。哦，他跟小新好上了，这才认识几天啊！妈，你认识他呀？我当然认识啊，咱们家就他翻新的。你做错事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你忘了？是。怎么着？删掉了，这个来不及了吧？对不起，是我昨天喝的有点多了。无论如何，君子自当守诺。既然昨天我已经答应你了，那今天就是我们练习交往的第一天。虽然我没什么经验，但我会努力的。什么跟什么吗？外婆，喂，外婆，死丫头，咱们谈恋爱了也不告诉外婆一声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发小阿香告诉我的，她还给我看了你朋友圈的视频呢。外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喝醉了，酒后失言。那臭小子不认账？这倒也没有，他还挺守信用的。哦，那不就得了吗？赶紧的，把他带回来，让外婆看看。啊，外婆，我最近超忙的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他也超忙的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那你赶快跟外婆说说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多大了？性格怎么样？他家是哪儿的呀？外婆，喂，外婆，信号不好，信号不好啊，外婆。喂，记得有空就赶紧带他回来看看。啊，什么？我们下次再说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嘟嘟嘟嘟。
死了死了，这下怎么办才好？你不愿意把我介绍给外婆吗？这喝醉酒的事情怎么能当真呢？谁啊？是小丁，快隐身。来啦！嗨，小丁，什么事啊？哎，金小姐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昨天发朋友圈那2个视频，那个男的是谁啊？什么视频？什么男的？就你昨天半夜发的那个，说那个什么，淘气小亲亲，仙女小宝宝。小丁，你可是协警，要讲究拿证据说话的啊！我都看见了，我妈跟我说过，那个男先生之前帮我家翻修过屋子，现在应该在帮你翻新房子才对啊。哦，他呀，我们不熟。不熟？不熟？小弟啊，我们有事说事。什么事啊？哦，其实他很像我一直在找的一个人。在找的一个人？他不会犯什么事了吧？哦，不是，是我自己的私事。你有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？我想见见他本人。联络方式啊？他是艺术家，平时不用手机的。我们都是，约定时间见面的。果然跟我妈说的一样。那他有没有说下次什么时候过来？说了，下次，周六。几点？几点？下午2点。好，知道了。那谢谢金夏姐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。我下周6一定再过来。好的，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南华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那天报警的时候来的那个小协警吗？你认识他吗？他说你很像他一个一直在找的人，你没犯事儿吧？没有啊，我一直很低调的。那为什么？难道你最近不是恢复了不少记忆吗？有没有什么是关于你等的那个人的？就比如说长什么样，有什么特征？我记得他应该有这么高，应该有185公分。这么高啊？那我人总是会变的嘛。行。那他除了巨人症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？我还记得他好像是一个世子。世子？历史上有女世子吗？不知道。我好像知道了什么不可思议的秘密。其实我记不得他是男是女了，不过看他之前给我的耳环，我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女子。那他还有没有留给你除了耳环以外的其他的物件？这个点是谁？不会又是那个小协警吧？快隐身！来啦！Surprise！ 小川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过来给你庆祝喽！干一下。哎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这酒啊，有时候真是好东西，对吧？说多少遍了，那是意外。南华也说了，他会负责任的。
南华是个说话算话的男子汉啊。没有水了，我去接水。谢谢。应该的。江夏春，求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没有闹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抓紧时间谈恋爱啊！不想谈恋爱呀。你们家女人不都长命百岁吗？我们这些做朋友的，说不定哪天就嗝屁了。到时候，百岁老妇在家中惨死，足足3月未被发现，这个标题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，我长命百岁，那我的老伴一定比我先走吧？然后我大小便失禁，我还得照顾他。你想想这个画面，想想就知道，南华肯定活得比你久，先大小便失禁的肯定是你。可是我就是不想谈恋爱呀，姐姐。你想一想，我房子都买了，我孤独终老也挺好。万物皆有裂缝，阳光总会照进来。嘿嘿嘿，照不进来，我们2个只是舍友。那你以后要叫人家打领哦。你要是不答应的话，我现在就跳下去。喝醉了，放过我吧。OK， 那我来采访一下金夏女士。以前你不管喝多少酒都不会闹笑话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自己不管喝得多醉都没有人在意，所以不管喝多少酒，你都会下意识坚持到家，直到把门关上。但是昨天你失控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破防啦。破防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破防的。你最近挺闲嘛？不是我，是南华。南华，他最近一直在258棋牌7800.cc，世界顶尖棋牌游戏平台，注册增送258元，取款快，零风控优惠多，游戏种类齐全，报率高，选择诚信实力的平台258棋牌。看电视说学什么现代人的交流方式。我懂了，他看电视剧是为了学习怎么跟你谈恋爱，他好有心啊！什么呀？哎呀，江小川！什么？本来我就知道。南华，金夏想让我问你看电视。是不是有点太荒废时间了？有那个时间，为什么不去工作？对，工作。对啊，不工作哪有钱给房租嘛？其实，工作的事情我一直在考虑，但奈何没有你们现代人的身份证，找正常工作有点麻烦，只能在镇上打零工。也不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你要不要试试当模特啊？模特？南华？对啊，我有一个摄影师前男友，他呢这2年混得不错，主要拍奢侈品广告，最近开了一个工作室，正在找模特，要求呢就是纯净。我觉得你就特别符合要求。哎，不对，顶级摄影师不都拍大明星吗？南华可能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可不可以？就像爱情，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呢？来，我拍2张照片给他发过去。可是南华会不会步子迈太大了？他又没有身份证，又不能离开家，本来挑的余地就不多，不要挑三拣四了。他行吗？我愿意试试。安排。好，再来一张。服装老师。没想到真的选上了。怎
咱就是说你这个造型多少是有些别致。江小川，你也没有跟我说他拍摄地点在我的工作室啊，是所有人都看过的朋友圈。哎呀，放轻松，没那么严重。喝咖啡吗？淘气小亲亲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看，我得想办法解释一下，我只是喝醉了，我只是喝醉了。哎呀，你那个鬼样子是个人就知道你喝醉了，不用解释。而且什么？而且，南华这么帅，大家都会羡慕死了。你真的没有一点点享受的感觉？可是我们毕竟没有真的在一起啊。人家南华都已经答应跟你在一起了，人家可是一诺千金的人，你有什么好矫情的？两个人在一起，当然是因为爱情了，怎么能因为耍酒疯呢？你就是死鸭子嘴硬。哎，那个天天小宝宝，哎，在。你去帮你男朋友换下一套服装呗。去呀！老师，你好，我是来帮模特换衣服的。哦，下一套穿这个，麻烦你。就这个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，谢谢。嗨，南华。金夏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叫我来帮忙。哦，对，这个是你下一套穿的衣服。只有这个，没有上衣吗？可是我们约法5章第1条，不能随便赤裸上身。在场这么多姑娘，有失礼节。对啊，抱歉，我一时还是接受不了。行，我去帮你沟通沟通。借过一下，谢谢。摄影老师啊，那个我们南华不是第一次当模特吗？这个4角裤他有点接受不了，有没有可能加件上衣，背心也行？拍泳裤加上衣怎么行啊？主要是现场有太多女孩围观了，他比较害羞。哦，女朋友吃醋了，不想让这么多人围观你男朋友。我倒没什么意见，主要是他。好吧，辛苦现场所有女生出去一下，模特要拍泳装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金夏，你得留下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是模特女朋友吗？现场总得留个人来盯妆补妆吧。啊。还真挺帅的。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金夏，你好啦。小川呢？哦，他晚上还有直播，先走了。给。啊？下个月的房贷和房租。
这么多啊！是啊，我也有点惊讶。摄影师说我是小川介绍来的，不能亏待熟人。不过离还完房贷还远得很。哎呀，不着急嘛，我们来日方长呀。其实还挺着急的。哇，收到钱马上上交，好羡慕啊！是能，拜拜拜拜。那我们也回去吧。模特的工作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，那个摄影师说以后还会找我的。我听说你那组照片会用作时尚杂志的封面，我有点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你的身份被别人扒出来啊。毕竟你长得有点打眼，又没有身份，万一被网友曝光之后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可别到时候被抓去做研究。我不担心那些，帮你快点挣到房贷才是最要紧的。你是没关系，万一要是被别人知道我屋里藏了一个上古人，太平不得跌破跳楼架？你说的对，那就再拍最后一次，可以吗？还要再拍一次啊？你和那摄影师约好啦？不是，是那次我给你送设计稿，听到你老师说会挑选一个最优秀的学生，让他设计一整套婚服，在国际大秀上一同展出。你该不会……我想，如果模特的工作一定要结束，那也是穿着你的设计结束。哎呀，都说是最优秀的学生了，你太高看我了。一定会选上的，你可是设计出流星碎石耳坠的人。好吧，那我考虑考虑，看看要不要给你这个机会。到家了，快隐身吧，别被监控拍到了。好，可以了。我还是能看见你啊。是我选择让你看见的，你忘了，你第一次搬进来那个晚上也是这样的，那两个警察看不见我，而你看不见。对哦，所以你不光能隐身，你还能选择对谁可见。这就是所谓阴阳眼的真相吧？或许吧。我现在能看到你，那我能摸到你吗？之前我的手直接就从你身体里穿过去了，怪吓人的。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。是吗？哦，真的耶！哎，奶奶，外婆，外婆，哎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外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说忙得走不开吗？外婆就过来看看你呗。外婆，坐车来的，累不累啊？坐车来又不用走，不累的。啊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哎呀，外婆，那不辛苦吗？拿这么多过来。外婆这点力气还是有的，赶紧的，和你男朋友一起，咱们进去尝尝。什么男朋友啊？那不是你男朋友吗？你看得到他？那么高的一个大男人站在那儿，我能看不见吗？外婆的眼睛又没有毛病啊，确实。外婆好。你好。来，外婆，走，咱进屋。好，我来。哎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还行哈。
这是客厅，那个是我房间。刚才我们经过的地方还有一个茶室啊，还有一个客房，在那儿。对，在那儿。老婆，您先在这休息，我和南花去给您泡杯茶，随便一点就好。外婆没有那么讲究。好啊，您等等啊。好，你不是说隐身只是对我可见吗？为什么外婆见得到你啊？我不确定，不过有时候我的眼神确实会对特定群体失效。啊，有时候婴儿、孩童、老人家，还有一些有灵性的动物都能看见我。你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因为我怕你害怕。这是个人都会害怕呀，这跟鬼又有什么区别啊？小伙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我叫南华，外婆。哦，小南呐。你们已经住在一起了？没有，外婆。南华是过来帮我翻修房子的，暂住客房。哦，翻修房子，那你是搞装潢的？没有，我是建筑设计师。哦，搞建筑的，蛮好的。说起这房子，妮妮啊，你有点太冲动了。你看你这个买房子，那得还多久啊？那不得让房贷压死啊？哎呀，外婆，我没那么容易被压死。还是外婆帮帮你吧。虽然外婆能力有限，但是总能替你分担一些呀。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对吧，南华？您放心，外婆，我会帮今夏一起还房贷的。外婆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房本写谁的名字呀？写今夏的。那什么，外婆还没吃饭，南华，辛苦你去做一顿晚饭。没问题，谢谢。他一直做饭的啊？那家务活谁做呀？家务活也是他做多一点点。是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你不会是有了吧？没有，外婆，我们两个认识没多久。哎呀，你不必紧张嘛，就是有了也没有关系。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外婆懂的。真没有，外婆，你电视剧看多了。谁呀？我去开个门啊！这。小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刚好看到你们回来，我妈今天炖了好多排骨，让我给你们送去。谢谢。那个，我们吃完了，我给你送回去。这很烫的，还是我来吧。不烫。小丁来了。外婆，外婆，你认识小丁吗？我当然认识了。等你们的时候，小丁陪我聊天呢，他还向我介绍你男朋友。对了，她男朋友正在做饭，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季夏姐，你不是说你男朋友不是下礼拜才过来吗？哎呀，我记错了，这个经常熬夜，记性确实是不太好。哎呀，妮女啊，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人家来送排骨，你让人家进来嘛。外婆，小丁平时很忙的，我们不要打扰人民公仆执勤嘛。我今天休假的。我们家里很乱，我可以帮你一起打。不行，外婆，你走开吧，妮女啊。外婆很喜欢年轻人的，小丁进来吧，来，小丁，外婆小心点啊，好嘞，要烫的啊。完了。
几世纪，才和你再次身相遇。